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你是不是也刚打开 Binance 或者是其他的交易平台，看到一片血红，加密市场又崩了？而且这一次比你想象的更突然，是地缘的风险、美联储政策，还是说巨鲸在砸盘？别急，今天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拆解这一轮下跌的全貌。你将看到到底是谁引爆了这轮的下跌，以及它是不是一个抄底的机会。但在开始之前呢，先声明一下，本期视频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内容呢仅供教育以及信息参考。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不会告诉你该不该买，我会给你一个判断市场的分析框架。今天是8月3号，比特币呢下跌了 1%， 以太坊下跌了 3.2%。过去24个小时爆仓金额大约 3.7 亿美金，其中呢 84% 是多头，主要是以太坊。关键词只有一个，去杠杆。这轮下跌并不是由新闻、政策或者是随砸盘引起的，而是系统性的杠杆爆仓在自动的进行。杠杆交易的本质就是用借来的钱去放大你的头寸。比如说你用5倍的杠杆拿200的美元，你就能操作1000美元的仓位。好处呢是涨的时候赚得多，坏处是只要跌 20% 就会被系统强制的平仓。而强制平仓会发生什么？系统会以市场的价格抛售你的仓位，进一步压低价格，触发下一波的强平。就像多米诺的骨牌，一波接着一波，典型的正反馈链条。价格下跌，强平触发，市场抛售，再次的下跌，这就是你看到的瀑布式的下跌。而很多的时候，这种下跌并不是人为的操盘，而是系统自己引发的自动去杠杆。同样的，涨得很猛的时候，也会有空头挤爆，空头被迫的回补，价格呢也急剧的拉升。所以无论是暴涨还是说暴跌，加密市场短线剧烈波动的本质往往都与杠杆爆仓机制有关。说完技术面，我们再来看一看真正点燃这轮下跌的导火索是谁。表面上看呢是爆仓，但很可能是宏观利空先动手，爆仓机制才顺势引爆。怎么判断呢？很简单，过去几天美国的3大股指道琼斯、标普500、纳斯达克一周累计下跌了 3%， 而加密市场是跟着跌的。这说明了问题的根源不太可能只是行业内部，更大的推手可能是在宏观层面上。那宏观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总结出3个关键的触发点。第一呢，就业数据与通胀指标双双释放出滞胀的信号，非农新增仅73000，远低于预期的106000，失业率呢升至 4.2%， 而 CPI 同比上涨到 2.7%。也就是说，经济正在放缓，但通胀却依然顽固，这是一种典型的滞胀组合，对市场信心打击是非常之大的。第二呢，是贸易环境的恶化。特朗普政府7月31号宣布新一轮的关税政策，影响的范围超过60多个国家，这直接加剧了全球贸易的紧张局势，使本来就脆弱的经济增长预期雪上加霜。第三呢，是市场的整体情绪开始转向悲观。过去几个月，投资者还抱有说软着陆或者是说快节奏降息的希望，但近期的数据还有政策信号让很多人意识到宏观的拐点可能没那么快的到来。这些因素叠加就构成了典型的宏观利空催化剂。在这样的背景下，哪怕币圈它有再多的利好，也难以提振这个情绪。那我们该怎么理解宏观和行业之间的关系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水位和船。宏观环境就像是水位，行业利好是推动船上升的力量，水位高，船才能顺利的飘起来；水位低，就算有再大的风也吹不动。比如说2024年初，比特币战略储备机制上线，这在理论上是超级的利好，但市场上几乎无动于衷，因为当时的宏观环境太差，没有水位，资金也进不来。那怎么判断这轮的下跌是宏观的驱动还是行业自身的问题呢？一个简单实用的判断方法是看美股走势。
如果加密市场和美股一起跌，那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宏观问题。如果只有加密在跌，那么问题可能就出在行业的内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清楚宏观的利空有哪些的核心因素构成。第一类是货币的政策， CPI 高于预期，劳动力市场过热，失业率偏低，美联储延续高利率政策，这些都会让市场预期利率将在高位停留更久的时间，从而抑制风险资产的表现。你可以通过以下的渠道去跟踪美国劳工统计局、美联储的官网、CME FedWatch 工具。第二类是财政的政策，重点是看美国政府有没有减少支出。目前来看呢，这个可能性非常之低，因为军费、社保、基建，政府必须持续的往里面投钱，这就带来一个反向的结果，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呢印钞，市场流动性上升，风险资产反弹。正如宏观分析师林艾登说的，没有什么能阻止这列财政支出驱动的列车。第三类呢是地缘政治风险，这类催化剂往往突然爆发，影响范围却极大。目前市场关注的三大热点是乌克兰战局升级、伊朗与以色列的对峙、台海局势紧张，这个也是影响最大的。特别是台湾，因为全球高端的芯片的产能大多都集中在这里，一旦局势失控，将重创全球的科技股，加剧通胀，拖累全球经济。对加密市场来说是典型的系统性利空。一句话总结，市场的短期波动往往来自于情绪，但真正决定中长期走势的是宏观基本面。不要只看币价的涨跌，也不要轻信媒体的情绪标题，大部分所谓的重大危机最后不过是纸老虎，大多数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发生，真的发生了也不会持续太久。媒体呢靠恐慌来博流量，但我们自己做投资要靠认知来决策。刚才我们说了，宏观利空是主导因素，特别是美国加征关税、就业数据疲软，引发市场恐慌性的抛售与杠杆的爆仓。但这并不意味着加密行业内部就没有任何的风险。我们更应该问的是，这轮的暴跌是否有行业本身自己的问题参与推波助澜？目前来看，行业内部并没有出现决定性的系统性危机，比如说交易所被黑、主流项目跑路、稳定币大规模的脱锚，这些都没有发生。整个市场的链上数据仍然是非常平稳，开发者活跃度也没有断崖式的下跌。这说明呢，本轮的暴跌并不是行业本身崩塌引发的。不过作为投资者，我们不能只盯着价格的波动，还需要时刻警惕行业内部可能出现的结构性问题。那如果行业自身真的出了问题，会有哪些信号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判断：主流项目是否停止开发，长期不更新路线图，团队是否集体的沉默或消失，社区呢也无人回应，是否核心资金通道断裂，如 DeFi 的 TVL 大规模的流出，稳定币赎回潮，是否出现生态活跃度持续的下降，比如说链上的交易的笔数、用户数暴跌，是否频繁传出重大的负面的事件，比如说合规问题、内部腐败、跑路等等。那怎么判断一个利空是暂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呢？有一个很实用的问题，除了价格的下跌，项目本身有没有真正的变化？还在开发吗？团队还在吗？社区活跃度还有没有保持？如果这些都在，那很可能只是一次情绪的杀跌，不是项目本身出了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两类比较常见的行业内部负面触发的因素。第一类是临时性的扰动，这类因素对价格短期有冲击，但不会改变长期的趋势。比如说2021年中国禁止加密挖矿，一度引发恐慌性的抛售，但算力很快在全球重新分布，比特币呢迅速的修复。又比如说2022年的 Coinbase 被传财务危机，虽然股价大跌，但很快被证实这只是误读，最后呢大幅的反弹。问题是很多人把短期的噪音当成永久性的利空，在底部的时候就割肉了，反而错过了反弹。第二类是永久性的风险，
这种才是我们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比如说项目长期无产品的进展，甚至停止开发，核心团队退出，或者内部的冲突严重，社区空转，用户流失，代币持续解锁但无法实际的交付，团队高位减持。但你也不要误会，代币解锁并不等于必然暴跌，很多的时候价格早在解锁前就因为市场的预期而下跌了，反而把利空提前给释放了。聪明的项目方会在解锁前释放利好，比如公布合作，发布新的版本，把价格推高后悄悄的减持。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反面的案例。2022年 Luna 崩盘以后，尝试推出 Luna 2.0， 但社区信任已经崩塌了，开发者流失严重，链上活跃度断崖式的下跌，这个曾经市值超100亿的项目最终呢被边缘化。这个就是生态被结构性摧毁的真实的案例。就算价格后来有所反弹，它也是短暂性的，难以恢复活力。所以最后要记住，暴跌不等于项目死亡，真正要看的是项目是否还活着，团队还在不在，产品还有没有更新，社区还有没有人在说话。如果这些答案都是，那可能只是一次短暂性的调整，没必要在最黑暗的时刻情绪化的出场。听到这里，你可能还是在会问，那现在到底是底部还是说下跌中继？答案一个字儿，看。你最该做的不是恐慌，而是打开数据，冷静的判断。打开 coinglass.com 去看看爆仓数据。如果说多头爆仓为主，那说明是系统性的去杠杆；如果是空头爆仓，那可能正是反弹的起点。这些比 KOL 的喊单、社交媒体的情绪更靠谱。再结合链上的数据，你可以用 Conjecture、CryptoCount 这些工具看链上资金的流动、交易所余额的变化、长短期持有者的行为，这些数据才是真正的信号，不是情绪，而是现实。看数据胜过你去看标题，情绪会骗人，链上的数据则不会。同时呢，订阅我们的加密星球频道，我们也会跟踪这些信息，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下关键的问题，现在到底应该抄底还是该继续观望？其实呢，答案取决于2个关键变量。这轮的下跌的性质是临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当前的宏观环境是在变好还是在恶化？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4象限框架来理解。临时性利空加上宏观偏多，大概率会快速的反弹。临时性利空加上宏观的偏空，反弹节奏会拖慢。永久性的利空加上宏观偏多，反弹可能非常有限。永久性的利空加上宏观的偏空，要小心继续探底。那现在处在哪一个象限呢？从目前来看，宏观环境正在慢慢的回暖，美联储暂停加息，市场流动性逐步在恢复，地缘风险虽在，但尚未失控。所以呢，短期内我们可能处在一个观察加上筛选的窗口期，不是盲目的抄底，而是审时度势。但要记住，并不是所有的下跌都是买入的机会，你需要看清楚它是回调还是结构性的崩塌。持续关注宏观的变化，追踪行业的催化剂，不要只看涨跌，更要看它的逻辑。好了，我们今天拆解了这轮加密市场暴跌的主因，杠杆爆仓机制引发系统性的下跌，宏观利空触发连锁反应。暴跌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看不懂它背后的逻辑。如果你喜欢这类结构清晰、数据支持、逻辑拆解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密星球。我们每周呢都会有所更新，用理性的视角带你看懂市场背后的真相。最后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我们下期再见，谢谢。